很多人说，哎呀，那现在这个时候我到底还适不适合买房呢？还是我就是观望呢，就是等待呢？那从我的角度哈，我也想给大家几点建议吧啊。一个呢哈，如果说你是你是自住房，OK， 你年轻人，你现在要结婚了，要生孩子了，我需要买一个房子来安家。因为大家呢，房子不光是一个产品，它还有一个家的概念啊。你需要有一个家的话，那现在呢，你就可以入市。现在虽然说我不敢说一定是最低点，但是肯定是比较低的点。对的，对的，是因为反正你是一个刚需嘛，你现在租房子你也是要花钱的，而且没有一个稳定的那个感觉。那你现在如果说真的我是需要，那还是现在买吧。你现在买房呢，你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你现在可以谈价呀，对吧？如果说你假如说我只是想买个 condo 先安居的话，那也不错啊。现在 condo 基本上是非常低的时候，很多新楼花交接不了，你可能砍个几十万都能拿到，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如果说你稍微就是资金充裕一点的话，买个 townhouse 啊，100万，原来可能150万的，现在可能120万嘛，对吧？对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入市的一个好时机。当然呢，如果从另外一方面对投资房地产的投资人来说呢，现在可能是要持一个保守的态度。你现在这个供款的压力或者租金能不能 cover 你的 cost，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对，是的，是的。投资的话稍微小心点，就是从投资角度上来说的话，投资客无非是寻求两样东西。第一，寻求物业的增值那这是不是短时间就能增值很多呢？不一定。不一定。那第二呢，你们很多投资物业的人会说，那我既然房子不涨的话，那我寻求什么？我寻求它的现金流。对。现金流实际上加拿大的目前呢，在这几个月呢，它这个租金呢实际上是有下跌的，所以它的现金流回报还暂时没有那么高。那是不是代表它完全没有机会呢？不是。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它是这一次明显是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那这一次缓慢的过程的话，大家就要找准机会，在它往上升的时候，大家入市，我个人会建议比较好。对，是比较好一点。现在投资人呢，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吧。现在投资人能不能入场，其实我觉得是取决于这个利率的。现在的利率虽然已经降了，但是降到2.75了，但是你拿到手的这个利率其实还要4.5到5左右，还是非常高。但是如果说再持续下跌的话，如果能降到，假如说你拿到手的就是3%的利率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可能又会对，因为他的那个资金的那个成本的话，就压力就小了很多，对，利息少了很多就可以入市。其实利率下跌还有一个它会影响到的就是加币不是跟利率是挂钩的嘛？那利率下跌，加币就会下跌。加币下跌的时候，就是对于海外的买家来说，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增加的。就像日本最近那个房价这段时间是有在涨，而且涨幅实际上是还比较可观的。很多中国人去买。对，就是因为日元突然间跌到一定程度，大家说，日本东西原来这么便宜，就全跑过去买房去了。所以看看加拿大以后有没有机会取消海外买家的这么一个政策。对，取消海外买家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呢，就是海外人你不能买住宅嘛，但是买商业还是可以的。买商业买地啊，假如买商业 plaza 或者买办公楼啊，其实现在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时机啊。实际上是有人也在看到这种机会了，不光是中国人哈，其实像是有很多美国人，因为美元现在涨得很高嘛。那对于美国人来说，他手上有的钱，现在反过头来加拿大买房子，就感觉像买白菜一样的这种感觉了。对。所以当时就特朗普提出来说把加拿大变成第51州的时候，其实呢是有一部分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其实也有一部分人是支持的。因为从那个经济发展的角度，如果说真的是合并成一个国家的话，你可能这个经济这个加拿大经济反正就是如果加拿大的总理的性格跟特朗普一样的话，那他就会支持这个事儿了。是的。对。实际上那时候这个购买力就很强了，我们房地产会蓬勃发展。对于我们很多移民，其实我们很多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归属感没有那么的强烈啊。大家来移民是为了讨个生活啊，或者是换个环境啊，为小孩教育啊。但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就是100%融入社会呢？他并不从这个方面考虑的。那大家都知道，你我他都是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生活在一个更好环境。对吧？经济更好。但如果看到有机会真是变成第51个州的时候，其实我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何乐而不为啊，对不对？是的，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观点。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那个内容了，也非常开心今天是我第一次跟 Mary 一起在同一个那个访谈的这个节目间一起来讨论。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讲了一些，那也期待下一次节目我们重新找一些新的 topic 来，我们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再讲一下。行，非常感谢。